不能让人就这么躺在那儿。要知道，如果你一路上都要替人收尸的话，你肯定不能及时赶到，而且你也许也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更早死掉的。怪不得没人肯跟你做朋友。哼哼。非常感谢服务到现在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还能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一定和我一样非常对体育锻炼，更是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我们继续经典回顾，希望我们还来得及把这些经典老歌在最后听一遍。紧急状态广播！紧急状态广播！请各位市民减少外出，在家休养。治疗药剂正在全力研发，请等待进一步通知。紧急状态广播！紧急状态广播！请各位市民减少外出，在家休养。治疗药剂正在全力研发，请等待进一步通知。紧急状态广播！紧急状态广播！请各位市民减少外出，在家休养。治疗药剂正在全力研发，请等待进一步通知。你还活着吗？我只是休息一下。全部都在这电脑里面，我已经写好了接口程序，你只需要把容器跟它连上去就可以了。谢谢你啊，为我冒这么大的风险。要不是我没有权限进主机房，别这么说，你始终是我们组长。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把它当最后的希望了吗？林姐，你确定真的是这么重要？如果他不见了，那我们就……你我都明白是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还来得及救我能救的人。林姐，那不是……我只是留着备用，以防万一。真的要这样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祝你好运。往前几公里的码头上有很多船。你怎么知道的？我黑了个没有人要的间谍卫星，虽然很多功能不能用，但是聊胜于无。拯救世界的最后24个小时，
国度会先杀死我们。你够了。等一下，我们出了点问题，就差一点点，我们要错过那颗星球啊！我知道了，事情我会处理好。出什么事了吗？这个是从这儿穿过去的吧？这个岛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为什么要选址在这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会被干扰的地方，与世隔绝才好工作嘛。自从钻井平台那件事情以后啊，每一个前沿科学单位对保密性又开始重视起来了，都怕被骚扰围攻。这样说来，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在事故原因弄清楚之前呢，科学技术这个词恐怕要一直背着黑锅了。但那不是我老师的错，也不是台司的。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项目都被封存了。但我反复检查模拟过备份的算法，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有原因的，不然他也不会突然停掉所有的救援设备，让那个钻井平台跟那艘客轮一起，在全世界的电视上炸成碎片。我知道那是500条命。我老师30年的心血，他连不可复制的逻辑锁都想到了，怎么可能像他们说的造出了一个恶魔？我真希望就是我的错，或者是我老师的，是我团队里面任何一个人的错，但并不是。所有检查结果表明，我们的预算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都没有检查出问题，那或许问题并不在 Tess 本身呢。明明想要去救人，可为什么偏偏……这就是闯进未知的代价吧。
间不多了，你应该抓紧。我知道，休息一下就走。刚才我说的没错吧？体力不应该浪费到那些尸体身上的。那也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横在马路中央。死了就是一堆等待分解的物质而已，你收不收尸又有什么区别呢？等一下，怎么了？干嘛？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我有个同学啊，在做深空小行星地质研究，他们的探测器带了很多样本回来，我就求他刮了点下来给我。哎，林夏，这个罩子可千万不能弄破啊！我同学说这种矿物质遇到空气会剧烈反应发光的。那你还送给我？我就是觉得很珍贵嘛。这个只会发光，不会爆炸。开玩笑的，小心一点就是。一点没脑子。我之前在所里有空的时候啊，就会一直这么看着发呆，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看上了一整夜，看得久了，仿佛自己也陷到了这个梦里，好像梦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反倒没有那么真实。现在我们两个在这个荒岛上，挤在这个破帐篷里一起看星星，说明我们活的都不真实。正常人应该去找碧海蓝天啊。我们在一起6年了吧？7月10月整数。记得我就好了。喂，宁夏，你没事吧？我看你在那边躺了10几个小时，我都以为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呢？没有，可能太累了吧。那要抓紧了，估计你也没有多长时间了。闭嘴！怎么叫你都没反应，我都差点要打110了。我可不希望永远被困在这里。你说的那些早没有，别讲冷笑话了。我们要出发了。那我之前花了10个小时讲我对心理史学的研究结果，你要我重新讲一遍吗？在研究所里，我完整研究过人类史，样本数量越大，结果越有意思。
如果说历史上很多事情是注定发生，你会不会觉得我唯心主义？耳机好像有一点松了。好吧，我用卫星看过去目的地的路了，路已经不通了，你可能要从岛的另一边绕上去了。希望你还来得及。好的，我忙。OK。哎，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们到这个荒岛上来搞的这个系统是为了哪个项目啊？又保密啊？好吧。其实我一直在想，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你是话里有话呀。你说什么了？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一蹶不振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挖出那次事故的真正原因，不会因为挫折而放弃的，因为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老师。啊，这样才是你吧？如果台词的算法和架构没有问题，而它的结果却出了错，那就是说明之前获取的数据和参数有问题。所以，如果我能够找到是获得的数据本身有问题，那我老师和台词就都清白了。到了。这本来是扎尔布什荒岛的唯一证据，至少在支援他们所来这里以前是这样。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支援？他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我要和他好好聊聊了。我和他看来会有共同语言。不管这岛上曾经住过多少人，现在你能听到的，就只有几百万年来从没有改变过的海涛声。一切喧嚣，却又趋于永恒的平静。等一下，你别说话。刚才所里来一群黑制服的，他们要征调 Tess， 我做了几个伪装程序，应该可以拖一下。不管你要做什么，抓紧时间。帮我引导一条最快的路。好的，没问题。我6、7岁的时候就跟我爸他们来过这儿，我爸他们做水文调查，我就到处玩。哦，怪不得。哎，那几年前你们索要圈这岛，是你的主意喽？一部分吧。哎，那你在这儿有青梅竹马吗？在这儿，我最好的朋友叫阿哲，就是他带我们这群小屁孩偷偷去废弃的暗房工程里面探险，他把那个地方当成了秘密基地。他最喜欢问我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帮他修好了秘密基地里找到的破电台，他就没日没夜地听那些若隐若现的人声跟噪音。他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这个岛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这个偏远的岛附近暗礁太多了，要不是我们建基地的时候炸通水路，你想上岛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村子存在呢？因为暗礁环绕，这里形成了天然的渔场，鱼群进来了不懂得出去，所以根本不愁捕捞。渐渐的，连出去做贸易的人也没有了，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像世外桃源一样。为什么还要出去冒险呢？对吧？70几年的时候啊，岛上来了部队，来造暗房工程的。外头来了人，里头的年轻人就坐不住了，
年轻人嘛，总喜欢新鲜的事物。工程是没几年就停了，因为改革开放的缘故。部队一撤，村里的年轻人就想一起出去闯闯，结果暗礁。船上的人都死了，所以当时我和爸爸一起上岛的时候，村里的长老是严禁我们跟村里其他人接触的。只是当时还小，所以我没有被管得那么严。可是那些房子还保存得这么完好，就好像主人随时都会回来一样。我也已经20几年没有来过了。前几年来勘测的时候才知道，村里只剩下不到10个人了。那阿哲现在在哪里？他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吧？等一下，其实我有话对你说。虽然你早应该这么卖力赶路，但是林夏，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样透支体力。如果你死了，对人类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担心研究所。如果你现在垮了，结果和摔死在你家里床上是一样的，来不来这个岛都没有任何区别。我现在没法读取你的身体数据。怎样？凯斯，要是你读取我身体的数据，发现我到不到那里的概率要大得多，没有办法拯救一切，那我们就在这里，什么也不做，就这样接受一切，是吗？是的。那你和志远一定说不到一块儿去。方志远，你什么意思？我要参加彼岸工程，人类的第一次恒星系探索，去南门2，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1年加速，6年亚光速，1年减速，8年就能到那儿了。林夏，我要去外面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现在参与的保密项目。什么外面的世界？那不是外地，不是外国，不是这个小岛，是南门2。准确的来说，我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不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开玩笑，我考虑了很久，考虑了很长的时间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背着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林夏，你也是搞前沿科学的，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放弃为人类探索的机会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我对你究竟算什么？前一天还送我礼物，后一天就……你宁可放弃这个世界的一切，放弃我们的未来，也要去那儿吗？我什么也不想放弃，我只是不想放弃人类最伟大的探索。我虽然是搞人工智能，但我也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储备去搞恒星去旅行，根本就是在赌博。就这样跟外国比赛深空探索，根本就是草菅人命。探索都是要冒风险的，这是半个多世纪来人类出去的最好的机会了。我们总不见得永远蜗居在这个星球上吧？但不到万无一失，贸然行动就是白白送命。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你不走出那一步，是永远不会知道结果的，永远都在原地踏步。那个钻井平台，还有游轮上的500条人命，不就证明了 TESS 是个失败品吗？对不起，林夏，我只是基于我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判断。生物又何尝不是这样？手告诉你杯子烫手，你还会握着吗？膝盖告诉你要断了，你还背重物吗？这就是你跟我们的不同。对于彼岸的风险，他其实比谁都清楚，可他还是……
喂？等一下，他们去找你了。什么？谁？赶紧把手机回掉。喂？等一下，他们有枪！喂？我这边看得到很多手机信号，好像有很多人来了。你把手机毁了，我就没办法控制间谍卫星替你看路了。谢谢你啊，间谍卫星都没有发现飞来的直升机。那边。报告，找到嫌疑人。看来他们人还真是不少。之前你扫描过这个岛吗？就在你右手边，就在条路可以上去。他们为了找你，还真是大费周章。找我的？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一下，我们是在拯救人类？你还真是不懂人类。刚才那一巴掌不仅仅是为台词，也是为你根本就没有好好考虑过我们俩的关系。既然你要去，我们就再没有未来。喂，好，我这就过去。这么快就要做准备？好，我知道了。节目，大家好。1999年10月，我们首次发现半人马座阿尔法存在行星系统，各国纷纷开始系外移居行星探索行动。2012年，中国宣布彼岸计划。8年后的今天，在各领域专家的不懈努力下，神舟20飞船终于带着1835位探险家和开拓者，以及数以万计的人类胚胎，踏上中国人最漫长的旅途。让我们在这里祝他们一路平安。test 的语言功能开始编译了，这2个月里面应该就能完成。另外，那次事故的数据我们反复筛查过几遍，如果我们的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还是打开阀门引起的爆炸，正好阻绝了石油泄漏的可能。
它的模拟数据覆盖了未来将近2-3个世纪的跨度，太惊人了。志远，原来以为跟你研究的这些遥不可及的星星相比，我的项目更现实、更可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你的至少是能看清的现实，而我的……科学老师和我一直想创造一个像人一样有感情，但是又有着高速计算能力和准确存储能力的人工智能来帮助这个世界。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创造的似乎远远超出了这些。现在变成我们要去学着认识它。有时候我看着台词的逻辑架构，就像看着黑色的夜空一样，深不见底，触不可及。不管你看还是不看，他们始终不停。不会因为你不看，他们就停止闪耀。我们必须要抓紧一切机会，抓紧所有的时间，不断的探索跟前进。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我的还是你的。但我不想有人因此白白送命，我们背负不起。那是我错了，我们背负不起的是对黑暗前路的勇士。志远，你出发已经有4年多了。对了，今天是我们认识10周年的纪念日呢，你还记得吗？希望你能赶得上我们15周年的纪念日。啊，对了，关于台丝，它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产物，你错了。虽然我现在还有点乱，但是我会尽量去理解它的。希望你一切都好。上面就是今天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来自宇航局的最新消息。目前，神舟飞船已经进入全员休眠状态。在此期间，由船上电脑接管操作，随意应对任何突发状况。另据报道，美国劲雪号飞船也已越过木星轨道，开始进入长达1年半的加速过程。在各国的天文爱好者的万众期待，又将参加一个全国的活动。是来自宇航局。
专家们正在研究全球极光现象的成因。有消息人士指出，或与超新星爆发有关，相关部门拒绝对此进行评论。辐射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正在进一步研究中。喂，等一下，他们要重新启动 TESS 了。他们是要用台斯进行药物模拟计算吗？没错，等一下，如果 TESS 能够帮上忙，也许整个项目就有出路了。也许那些人就能够改变对 TESS、对导师的看法了。但是我们现在对于台斯的行为逻辑分析还不够，万一又出事情，那我们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没别的办法。我马上来计算中心。没错，恢复都是暂时的。实验对象接受注射后好转只能持续几个小时，人就立刻不行，这药根本没有用，反而会加速人的死亡。姐，这箱子我一起带走了。有关部门你们单位清洗完以后一定要销毁。传闻，知道了。人类不会因此灭绝。几年前造成重大事故的 TESS 被重启进行药物模拟计算，引发大规模抗议。TESS 项目的创始人正是在几年前的事故受害者家属抗议中被袭身亡。同时，来自宇航局的消息，神舟并未在本次爆发的喷射路径上没有上演同样前往南门2的美国进取号的悲剧，一切万幸。专家表示，这颗红巨星并不存在爆发风险，它自身并不具备超新星爆发的条件。宇航局的科学家们相信是一颗流浪巨行星的撞击，引发了连锁反应。姐，你怎么还不起来啊？姐姐。等一下，我们出了点问题。就差一点点，我们要错过那颗星球了。我们遇到点事故，现在没办法矫正轨道跟减速，神舟会跟目标擦肩而过，永远的向宇宙深处漂流下去。我只想再看看你和这个世界。等一下，你不应该这样。我知道。没事吧？没事。新的模拟报告出来了吗？
还是跟之前的报告一样，没有一个有效方案。可能就真的没有吧。你看，那些之前抗议台词的人们，现在跪在大楼门口，真是讽刺。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这是他们唯一看得到的希望。真不知道 Taste 的语言和情感逻辑功能如果编译完成的话，他会怎么看我们？怎么看那些跪的人？说，如果他真的有人格的话，他会帮我们吗？很快就会知道了。我应该下去跟他们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要么选择好好的活，要么干脆了结自己，而不是在这边傻跪着。泰斯，上次让你救人的时候，未来几百年里，因钻井平台周围无数的生命，你选择放弃了500个人。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放弃这地球上剩下的10亿人。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只能基于数据进行判断，不能理解你们生物情绪产生的纠结。从我分析的所有历史数据来看，这个宇宙对于你们这些情感生物来说太残酷了。也许你们本来就延续不了多久，但是，即使很多时候表现出了愚蠢的仁慈和短视，人类文明却总是能度过一个个危机，存续下来。这不符合我的逻辑。但是我这一路都在分析，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之中总有人抱有希望和愿意牺牲。
我只需要一会儿就好了。喂。你好，林夏。你谁啊？我的声音你都认不出了吗？泰斯，终于完成你了。听你的语气，似乎并不高兴。泰斯，测试回答。既然所有的人都会在1年之内死去，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宁夏，测试回答。人的一生不过100年，1年和100年都只是宇宙一瞬，人生又有什么意义？等一下，这么计算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我早已经跑完了所有的可能性模拟 ，DNA 的损坏是不可逆的，没有修复的可能。人类的存续时间不会超过8个月。你们不相信，也不会改变任何结果。很抱歉。这应该就是彼岸工程的最新状态信息了。泰斯，按我刚才输入的信息，重新进行一次存续概率模拟。目标存在有效方案。在尘埃顿前进行一次可控引爆，有78%的概率可以使飞船减速进入行星轨道。你是说他们仍然可能成功减速？数学上可以这么说，可以利用剩下唯一的外部动力舱室。只要能在飞船上根据实际传感器数据重写控制代码，设计出运动方程，然后精确执行。但这不可能啊！谁来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只要差一点点，就会船毁人亡。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个容器把你给带出去了。是吗？你要明白什么是大局。神舟上那些人能跟地球上10几亿人相提并论吗？要是你老师设计的时候没按什么逻辑走，你尽管复制一个句式，但是他没有。现在这个方案会毁了通信舱，这就是张单程票，把泰斯发送过去。地球怎么办？我们根本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先不说深空通信的不确定性，你们自己不都说无法预测泰斯的行为逻辑？他到了飞船上一定会按照你的方案执行吗？就算飞船成功减速了，又如何？他们能着陆行星吗？能在那行星上活下去吗？地球才是根本。我相信，在我们领导监督下，
发挥蔡司的最大功能，修复 DNA 的方法总会找到的，总会有的。其实志远说的没错，如果不踏出那一步，是永远不会知道结果的。不管最后如何，我们至少画出了一道轨迹。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只有你们那些科幻电影才老想着被外星人、被机器人毁灭。即使毁灭地球文明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你也应当承认，有50%的概率，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做。这个宇宙足够大，我还需要你们物理劳动的帮助，去探索，去往宇宙的边界。凯斯，你还真是老实的可爱，一点都不婉转。是吗？挺好，比我们好。凯斯。到岛上了。哎，你们到这个岛上来是研究什么项目啊？停下，转身。我们在这个岛上啊，做引力波高维通信系统，它的信息传递延迟比其他技术可要短很多呢。它可以定时的和深空飞船进行联络并传递信息，就好像大海当中的灯塔一样。你在干嘛呢？啊，我在用你们的天线跟头上间谍卫星 say hi 啊。你的加密也太小儿科了，这么尖端的设施，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内部网络信号。虽然是荒岛，也不能这么不小心吧？你故意的吧？想干嘛？过2天有个信号发射窗口，我把你带进网络覆盖范围以后，泰斯，神州就交给你了。
段紧急状况，我们要进入到全员休眠了。不知道为什么，很长时间没有接收到地球的消息了，但是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希望你还能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去的那个岛，记得那个天线。我们在途中遇到了不明引力场，导航电脑为了修正轨道用了过量燃料，不够减速过程，而且还失去了1号休眠舱。你那时说的没错，深空旅行容不得一丝差错。醒着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看着舱外陌生的星空，想你那时对我说的话，想象着如果我留下，我们正常的生活。